曾经的繁华早已落幕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现在我在湘西大山的深处，这里是湘西的永顺县。我的脚底下是一座接近400年的石拱桥，整个石桥的跨度接近有20多米，没有用到一丝丝的水泥。它的粘合剂到底用什么做的？这座石拱桥屹立了400多年不倒，中间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？在这座石拱桥的背后藏着一个地主大院。那今天我们就带着这么多好奇心走进这座石拱桥，从这边走到地主大院去看一看。当地的老乡告诉我，这座石桥当年建造的时候是没有水泥的，可以想象400多年前，那时应该是唐末明初的时候。然后整个石桥的桥面宽度呢，接近有4米左右，全部都是用上了300-500斤左右的石块垒砌而建成的。石桥用的粘合剂究竟是什么呢？当地老人说啊，当年这边湘西的土著，他们建造这样的石桥，用到了石灰、蛋清、糯米还有泥巴作为粘合剂，把整个石块粘合起来，做成这样的石拱桥，屹立了400多年而不倒。可以想象，整个石桥非常的坚固。这边是一个一个台阶往下面走。地主大院呢，就在我手指的那处方向。在地主大院的门前有2棵古树，这棵呢我是不认识啊，看起来有点像那种罗汉松，背后呢是一棵200多年的桂花树，都长得是枝繁叶茂。然后下方这边呢是一条小河，整个河水呢不宽，水也不深，常年这样子流着水，也更像一条小溪吧。附近呢零零散散的有些人家，这边是土家族聚居的一个村落。当年的这处地主大院，据说啊非常的热闹，整个一大家族全部居住在这边。那地主大院落幕了之后，整个这边的房子还剩下些什么呢？带着这个好奇心呢，我们还是抓紧时间往这边走过去。看这边长了好多美人蕉，前一段时间开花，这个时候有些已经谢了，但是有些花呢依然还是开着。现在整个房子这边呢，已经很少有人来到这边行走了。然后整个这一片的占地面积呢，接近有20多亩左右，但是房子的建筑面积围起来也就3-5亩，没有多宽。当地人也说了，以前这一大片都是地主家的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棵呢，就是接近于300年的桂花树，很高，将近有20-30米左右，整个树干呢直径差不多达到了70-80公分。桂花树我们都知道能长这么大是非常的不容易的。看整个地主大院的门楼修得很高啊，你看这边是房屋基础的地基，从这里上去有几级台阶呢？1、2、3、4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级台阶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古代呢，95至尊，这个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呢？我现在都特别的好奇，去看里面还剩下一些什么东西。那整个这个地主大院的外墙呢，全部都是用这样的青石块。采用当地的石匠，把它是用这个凿子凿成了4方块的，全部围成这样的院墙，很高。整个院墙的底部到上面呢，少说都有3米左右。深宅大院就是这样子来的。那整个门楼呢，我们还可以好好的来看一下，也可以说一下。当然，石头对于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，只能结合我们湘西当地的一些老人的说法去告诉大家。整个门楼呢，大概宽约不到2米左右，应该是有2扇门。这边呢是一个门塔，也是用石条这样子做的，两边立起来的话也是石条。
将近立了2米高左右，这样的石条上面呢是做了一个造型，这边是延伸出来的一个门檐。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门框的这个底部呢，有个八卦的图案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八卦的图案，两边呢往两边延伸，这个所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其实这个在我们湘西少数民族可能比较少，但是在老一辈呢，可能很多注重的是风水，八卦的图案它可能就是一个镇宅类的一些东西在里面。那我们走进来之后，再来回过头来看一下整个门楼，虽然没有多大啊，但是呢，该有的东西都有，很讲究。你看上面的门头呢，也是做了一个延伸盖出来，这边呢有2个孔洞，以前肯定就是2扇门，然后这底下也有。这2扇门呢，是一个像一个现在的门栓，一个插销一样的，然后这样子开关进出都从这边出行。其实整个门楼啊，给人的感觉是，我感觉是挺威武的，因为地下面的地势要低上很多，接近于低了2、3米到5米左右。你看一出去了之后就很低，然后整个地主家他们家呢就高高在上，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，仿佛啊周边的一切都比它要娇小一些。进来之后，整个院子啊没有多宽，刚才我也看了一下，也了解了一下，他们说现在我们看到里面的这栋建筑呢，已经是完全改变了的。以前呢有好几进院，意思呢也就是从整个院子进来之后有1进门、2进门、3进门这样子。整个院子现在剩下了这前面一栋房子，背后呢还有一栋房子。这栋房子呢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，村里面修建的一所小学，也算是一所私塾小学。然后村里面的学生呢就在这里读书，是一个3合院的一个设计，总共是有2间教室。那我们现在就走进去，带大家看一下。整个这边啊，现在是完全荒废了，没人在这边居住。然后门前这边啊，都已经是长满了杂草，真的很难想象几百年前的地主大院，现在落幕成这个样子，没有人居住了之后，所有的房屋结构这些依稀可见，但是呢，以前的房子早已不见了，只见了门楼、院墙这些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建筑呢，就是后期的一个建筑了。然后从这边进去呢，有一道房门。其实这样的房子呢，现在给它修整一下，还是能够住人的。进来之后是一个卧室，将近是有20多个平方。然后这背后呢，也还有一间。喂，那边好多这个鸟叫的声音。啊，这里呢还有一间，上面呢还做了吊顶，这个墙面呢也做了粉刷，一看呢就是后期的建筑了。整个地主大院的房子，可能在当年啊，刚刚是改革开放打倒地主的时候，把房屋已经是拆除了。据当地的老人是这么说的，他们说当年就是政策的原因呢，把整个房子都拆了，剩下的就是一些门楼啊之类的。你看这边就是一间。这个教室那边有黑板，上面你看，勤学守纪，努力进取，看就是一间教室。然后背后呢有2个窗户，然后那背后呢还有一栋房子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。那栋房子呢也是后期的一个建筑，但是呢上面我可以看到写的一些标文呢，应该是社会主义建设。应该是刚刚改革开放初期建的一些房子，所以当时整个墙面呢，它的一些宣传标语基本上都是这么写的。这里黑板的位置写的还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我们继续沿着这边走出去，看另外一间究竟什么样的。这边也是有2间，也单独的留有房门。基本上布局差不多，
进来之后也是一个房间，背后还有一个。其实这套房子修缮一下，真的还是可以住人的，而且这边是独门独院，没有邻居，非常的安静。这间应该也是教室，但是整个墙上呢就没有看到写的一些标语了。那边有个床，可能曾经有人在这里睡过。这里也是一个黑板。其实透过窗户，我们可以看到背后的这栋房子，也是后期的一个建筑。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，看到没有？这栋房子现在已经完全找不到进入的路了，应该可能是一个食堂。当年这边的学生可能还挺多的，因为这个寨子呢，我了解了一下，将近是有8000多人在这边居住，人口还是挺多的。到处都长满了这个灌木丛啊，现在也是没办法在这边居住。如果要住人的话，要清理啊，难度也是挺大的。就想不通了，这么好的一处地方，怎么当地人没有人把它给盘下来，或者出一个合理的价格给它买下来，在这边居住再改造一番呢？这个地方距离芙蓉古镇接近有5公里左右，很近的。如果在这边居住的话，每天吃过晚饭都可以到古镇里面去逛一逛，看看那边的夜景，挺不错的。那门前的这条小河呢，常年都流着水，而且这个河水呢挺干净清澈的，里面呢小鱼小虾也是特别多。几百年前的地主大院，他的子孙后代如今又去了哪里呢？现在啊都无从得知。我们也是第一次踏入这个地方，其实我特别想找到当地的老人去了解这里当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，但如今几百年过去，肯定只是一个相当于传说，很多故事呢都会带有一些演绎的成分，但实实在在地主大院的院墙门楼现在依稀可见，只是里面的房子在改革初期已经完全的拆除了，破坏了，确实非常的可惜。如果留下来，这是无形当中的一笔财富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